这是我见过捕鱼最厉害的男孩。小龙是个爱好捕鱼的男孩，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莫过于捕鱼。踏上小竹筏，驶向河流中心。小龙将渔网慢慢撒入河里，专注地寻找着鱼群的踪迹。小龙利用木棍敲打着河面，试图惊吓到鱼群。随着小龙的不断努力下，一条条鱼儿被拉上岸，熟练地将鱼儿一网打尽。夕阳渐落，小龙收获了满满一筐的鱼儿，笑容洋溢着满足和幸福。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捕鱼达人小龙的探险生活纪录片。在大山深处，生活着一个名叫小龙的男孩，他失去了父母，独自一人在这片荒凉的山野中生存。尽管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，但小龙并没有被困境击倒，而是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。背后的茅草屋就是他的家，无父无母的他独自在大山里生存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小龙对生活感到孤独和茫然，但在面对生存的压力下，他逐渐学会了如何应对艰难的生活，如何寻找食物果腹，如何建造简单的庇护所来遮风挡雨。他摸索着生存的技巧，不断适应山野中的生活方式。但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他偏偏爱上了捕鱼这项技能。俗话说得好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只要能把一项技术熟练到极致，那么你在某领域也将成为佼佼者。小龙准备好一切后，便来到了小竹筏上面。能划动这艘竹筏可不简单，首先你要面对的是胆量，恐怕连我都不敢站在竹筏上，更别说还要在竹筏上操作了。小龙制作出一个简易的桨来划动竹筏，竹筏的材料也是相当简单，就是几根竹子拼接而成。小龙卖力地划动水面，竹筏在水面上慢慢前行，竹筏在湖面上荡漾，微风拂过脸庞，阳光洒在身上，让人感觉仿佛置身在梦幻般的世界中。大山里的风景确实很美。小龙发现了鱼群的踪迹，他迅速将渔网慢慢撒下，一只手划动竹筏，一只手撒入渔网，操作也是相当熟练。别看他年龄不大，技术绝对过关，撒网的工作也是比较辛苦。这是一种最为传统的方式，撒入渔网后开始等待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耐心等待，小龙划动竹筏来到边上，用木棍使劲地敲打着水面，使其河里的鱼群受惊吓。这些技巧也都是小龙多年熟练出来的。虽然我们看着并不实用，但是只要能捕到鱼儿就行。小龙来回划动竹筏，拼命地用木棍击打水面，这也是一项耗费体力的工作。经过不断的努力下，他感觉到有些重量在网中拉扯，他开始努力地拉起渔网。随着渔网缓缓被拉到竹筏边上，一条大鱼慢慢显露出来，小龙顿时欣喜若狂。没想到第一条鱼就这么大，他都无法相信自己的眼光，实在没有东西装鱼儿。聪明的小龙拿了一根细细的绳子，将鱼儿系紧在竹筏上面。这只是开始，小龙继续在水里来回拉拽渔网，每一次都充满期待和憧憬。有时是各式各样的小鱼，有时是体型庞大的大鱼，每一次收获都让他欣喜不已。这个男孩太厉害了，已经连续3条鱼儿入网了。小龙顺着渔网的方向慢慢拉拽，鱼儿也都一一上来了，这可把他高兴坏了。他学会了如何根据水域的特点选择最佳的捕鱼位置，如何掌握力道和技巧来拉网。慢慢的，他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渔夫。随着时间慢慢流逝，竹筏上已经挂了很多条鱼儿了。我们不禁感叹小龙的技术还是可以的。在竹筏上用网捕鱼，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，更是一种放松心情的方式。小龙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，感受着湖水的清凉，更是在感受大自然的美妙和神秘，也见证了他的勇气和毅力。每当他看着竹筏上面的一大群鱼儿，他心中充满了满足和自豪。他明白，只要勇敢面对挑战，坚持不懈，就能获得丰硕的收获。简直太厉害了，没想到真的是大丰收。小龙把渔网和鱼群都收拾完后，他划动竹筏准备上岸。经过努力，小龙终于回到了岸上，他把东西放进了小屋，
于是从小屋里拿出背篓，准备装入鱼饵。小龙把鱼饵装入背篓中，就赶往村落附近。他会把这些鱼饵换取一些生活物资。勇敢和毅力是成功的关键。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和挑战，只要心怀信念，勇往直前，就一定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收获和成就。经过漫长的行走，小龙终于来到了村落附近。刚刚铺好摊位，就有一位阿婆走了过来。小龙是个勤劳而善良的孩子，家境并不富裕，为了解决温饱，小龙决定熟练捕鱼技术。但他做事认真负责，对待每一位顾客都非常友善。他总是微笑着迎接每一个人。有位顾客忘记拿钱了，他跑上前去把找零的钱给到了大哥，让人感受到他的诚意和热情。最后还有一条鱼实在没人来买了，他收拾准备回山中小屋。我本想着小龙会拿回去自己做菜呢，当他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位阿婆，他把最后一条鱼饵给到了阿婆，真是个善良的孩子。这个男孩简直太厉害了，抓了满满一袋子泥鳅。原本以为他是一位捕鱼高手，没想到他还是一位抓泥鳅的高手。从小龙制作工具那一刻，我就明白了，他还真是一个专业人士，捕鱼抓虾样样在行，手法熟练，经验丰富，精通各项生存本领。大山里的艰难生活已经让他学会了如何生存。昨夜下过了一场细雨，雨水浸湿了花草。小龙已经早早的起床了，也不知道他捡来这么多塑料瓶干嘛用的。他一个劲地专注于工作，利用锋利的柴刀将塑料瓶切割成一半，然后利用只进不出的原理制作出一个捕笼，俗称地笼。真是个聪明的孩子。不过我们小时候是用竹片制作的，那样的效果更加高效，可是编织起来比较麻烦，而且比较费时间。不过小龙的这个方法也比较实用，制作比较方便快捷。地笼的种类并不是很多，一般也就铁丝笼、竹制笼、塑料笼，哪个使用起来方便用那个。再怎么好的东西总有破损的时候。总之，不同种类的地笼各有优缺点，也需要定期更换。小龙利用铁丝加热的原理，把塑料瓶全身扎上小孔，为了方便里面能透气。紧接着开始粘合塑料瓶的前端。由于没有专业工具，小龙灵机一动，利用加热的办法，使其两个塑料牢牢粘合在一起。不得不说，这孩子确实有一手，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，照样能完成艰巨的任务。不但掌握了捕的技巧，还熟悉了制作的过程，确实不简单。经过小龙不断地努力下，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塑料瓶地笼。看似简单，实则一点也不轻松。小龙穿戴好一切，便开始出发了。大山里拥有丰富的资源，不但有奇珍异果，还有野生鱼类等，同时也给小龙提供了生计，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魅力。不过再怎么多的资源，不努力不付出，那也是白搭。好在小龙拥有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智慧。在一个宁静的小河边，小龙停止了脚步，他决定要在这里抛下地笼。周边生长着茂密的芦苇和杂草，流水潺潺。小龙拿出鸡蛋敲碎，然后和饲料一起搅拌，鸡蛋清会发腥，味道对黄鳝泥鳅有一定的吸引力。有条件的话，蚯蚓也可以。鸡蛋和蚯蚓也是非常实用的。周围居然还有村民在这边放羊，杂草实在太多了，这里也确实是个好地方。经过小龙不停的搅拌下，鸡蛋的味道已经融合了，然后他拿着饲料将它搓成一个个小圆球，紧接着把小圆球放入塑料地笼中，每一个塑料瓶里装入一些饲料。地笼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抓捕工具。小龙开始把每个塑料瓶找准地方放入水中，靠近水边的杂草丛中最多，杂草太过于茂盛，小龙需要将杂草慢慢摊开，以便放入地笼。
小龙在走路时差点跌入水里，周围一片片杂草，也看不清哪里是路。不过在劳作当中也需要注意安全。小龙迫不及待地想要将地笼全部放好。用地笼抓东西不讲究特别的技术，看准地方等待即可，毕竟是愿者上钩的方式。泥鳅喜欢栖息于静水的底层，常出没于湖泊、池塘、沟渠和水田底部附有植物碎屑的淤泥表层。小时候在农村的时候经常抓着玩，淤泥里面特别多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小龙回到了河边，此时的塑料瓶里装满了泥鳅。小龙赶紧拿出网袋装入其中，数量也是非常之多。看来这次的抓捕之旅非常开心。小龙继续寻找下一个塑料瓶，还真没想到每个塑料瓶里都装得满满当当。在捕捞泥鳅的过程中，小龙不仅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静谧和神奇，还学会了耐心和细心。他学会了如何选择合适的抓捕位置，如何布置地笼以增加捕获率，如何小心翼翼地处理捕到的泥鳅。这些经验让他在与自然的互动中不断成长和进步。随着太阳渐渐西下，小龙背着满满的收获赶往集市。他感到满足和快乐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温饱，改善生活。随着时间慢慢流逝，小龙已经来到了集市。小龙借用附近邻居的铁盆，把捕获的泥鳅放入盆中。泥鳅在盆里活蹦乱跳，展示出它们的灵活和活力。路过的大叔停下车子观望，这样新鲜美味的食材肯定不能放过。大叔购买了一整袋子。小龙站在摊位前，微笑着招呼过往的顾客，向他们介绍自己的泥鳅。一位大哥也从这边路过，如此美味的食材绝对不容错过，两人便把小龙的摊位全部一扫而光，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和产品，赢得了顾客们的信任。小龙开始收拾起摊位，又是一个满载而归的日子。这一天的泥鳅生意不仅为他带来了经济收益，更让他体验到了乐趣和成就感。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捕鱼高手，小龙自制钓鱼竿，在河道里轻松钓到满满的大鱼，令人惊叹不已。小龙大显身手，收获满满，鱼儿们被钓上来时欢快地跳跃着，令人兴奋不已。看着满载而归的大鱼，真是让人羡慕。小龙实在是太厉害了。天亮了，小龙已经早早地起床了，为了生活又要开始努力了。不知道小龙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？小龙一人蹲在小屋里面，耐心地制作自制鱼钩。真没想到他还会自制钓钩，不过他这样的钩子比较简单化，因为是棉线的钩子，说白了就是系个结就行了。虽然比较简单，但还需要耐心去做。边上的塑料瓶子应该就是浮漂了。就连鱼竿都是小龙亲手制作的，除了鱼钩是买来的，一切所有都是自制的。大山里条件艰苦，不得已利用大自然的资源，孩子的手工能力还算不错，值得我们称赞。不管是昨天的地笼也好，还是今天的钓鱼竿也好，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来。虽然制作的材料相对简单，但只要能钓到鱼就可以了。有的时候花里胡哨并无大作用，还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经验。自制鱼钩全部完成，就等着绑上鱼漂了。经过不断的努力下，鱼钩和鱼漂全部完工。小龙带上鱼竿和竹篓赶往目的地。这孩子说干就干，光这一点还是比较佩服的，有着坚持不懈的精神。经过长途漫漫，小龙终于来到了河边。他在观察附近水域的情况，因为他的鱼竿比较短，不适合远距离垂钓。在选定位置后，小龙放下背篓，拿出工具，把每根鱼线系紧在鱼竿上。还真不清楚这么短的鱼竿适合钓什么样的鱼类品种。小编也是孤陋寡闻，才疏学浅。我们接着看吧。钓鱼也是个细心的活，没点耐心的人还真钓不来，有时整整一天都是空竿。
为了不造成鱼线的混乱，小龙把准备好的鱼竿一一放置在另外一边。小龙眼神专注，认真地系紧每一根鱼竿，以免造成失误。钓鱼是一种沉静而惬意的休闲活动，它让人们远离喧嚣，享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丽。一般人认为钓鱼是一种优雅而宁静的休闲活动，它让人们与大自然亲密接触，体验着垂钓带来的乐趣和收获。对于小龙来说，钓鱼不是为了娱乐，而是为了生计。小龙开始最后的准备工作，把随身携带的蚯蚓一一装上钓钩。蚯蚓是小龙刚刚提前准备的，看来这个孩子考虑得非常周到，材料也是准备得非常到位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拿出鱼竿放入河里，并且把竿子的尾端放入泥土里，就倒有点像是钓龙虾的感觉了。找准位置后，小龙将鱼竿一一放入河内，跟刚才的方式一样。从小龙制作鱼竿的那刻起，我就有点疑惑，为何要做这么多根鱼竿？难道一个人来得及钓这么多根杆子吗？我们只能敬请期待吧。随着一根根杆子的放入，已经全部准备完毕，然后就需要耐心的等待，期待着有一条大鱼上钩的那一刻。没想到小龙没在这边守着鱼竿，而是离开了现场，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也就在这时，小龙突然回来了，看着河里的鱼线一直在不停地晃动，肯定是有大鱼上钩了。他需小心谨慎地拉起鱼钩，以免造成鱼儿跑走。随着小龙一根鱼竿拉上，终于有了惊喜的收获，而且还是一条大黑鱼。没想到万能饵料蚯蚓能钓到黑鱼，小龙连自己都不敢相信。今天的收获确实不小，10根鱼竿起码上钩了5条鱼。无论钓到多少鱼，重要的是小龙通过努力获得。这个过程中，男孩收获了快乐和成长。此外，钓鱼也锻炼了男孩的责任心与细心。最终，当一天的钓鱼之旅结束时，小龙带着几条鲜活的鱼回家，跃跃欲试地分享自己的收获。今天钓鱼真是收获满满，不仅钓到了许多肥美的鱼，还收获了一天的快乐时光。鱼塘丰收，生活也因此而变得丰富多彩。这个男孩简直就是荒野求生版的强者。小龙身手矫健，聪慧过人，仿佛水中的鱼儿和虾儿都无法逃脱他的掌心，每一次出去都能满载而归。无论是鲜美的鱼儿还是鲜嫩的虾，都成为他的囊中之物，总能轻易地将它们一一捕获，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来到小屋时，没发现小龙的身影，难道这么早就出门干活去了吗？突然，小龙出现在了镜头前，他拿着柴刀在挖掘泥土中的蚯蚓。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等着我们呢？让我们一起敬请期待。挖蚯蚓这工作难不倒他，没一会功夫，小龙已经收集完了蚯蚓，也没见他带上什么工具，拿着蚯蚓就往大山走去。那我们就跟上他的步伐，一起去看看。今天的天气似乎不怎么好，乌云密布，早晚会有一场暴雨来袭。小龙穿过树林，依旧来到河边。看来小龙的工作室离不开河了，不是在抓鱼，那就是在钓鱼，总之就是前往抓鱼钓鱼的路上。小龙来到河边后，勘察了一下地形。别看他才10岁左右的年龄，对于这样的生活技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不说他是顶级高手吧，那至少是高手级别的水平了。他的抓鱼捉虾技巧娴熟，每一次出手都能精准地抓住目标，让人不禁为之赞叹。小龙脱去外套，知道今天可能是一场硬仗，仅靠一把柴刀开始挖掘河边的泥土。经过49分钟的努力，在我们眼前已经出现了一个深坑，难怪他要脱去衣服干活，这完全是体力活。挖完深坑后，他再次利用柴刀挖掘小沟。从这样的手法不难看出，这是要引鱼入坑的节奏呀。挖掘深坑作为抓鱼的陷阱，这想法确实不错。经过几10分钟的努力，终于挖掘出一个完美的深坑。
但小龙并没有因此放弃，拿上柴刀继续在边上挖掘第二个。汗水不断地从他的额头上滴落下来，但他却一直坚持着。这孩子竟然还知道一个深坑的成功率太低，于是就在挖掘一个深坑来保证成功率。光这点还是佩服他的聪明智慧，就好比昨天钓黑鱼一样，居然带上10根鱼竿，增加成功几率。陷阱的设计非常巧妙，可以让黑鱼进入却无法轻易逃脱。小编猜测是让黑鱼进入深坑吃饵料，然后就无法逃出深坑，头脑清晰，思路明确。经过一番努力，第二个深坑终于被挖好了，2个深坑终于大功告成。接下来，小龙在坑里放入了一些引诱黑鱼的蚯蚓，然后去找一些树枝和树叶将坑洞遮盖起来，把树叶放入深坑，增加逃脱的阻碍。光这2个深坑花费了不少时间，由于没有使用特殊的工具，挖掘难度大大增加。小龙在河边清洗了一下，接着就开始等待鱼儿进入陷阱了。你还别说，这个办法看上去虽然不怎么样，过程并不重要，主要看的是结果。小龙清洗完后便回到了小屋休息，随着时间慢慢流逝，还真有黑鱼游进来吃食物了。这时的小龙也回到了深坑处，他走进深坑后把水渠直接堵住，接下来就是瓮中抓鳖了。小龙挽起袖管，一个劲地在里面打捞。不久，一条条黑鱼被食物的诱惑吸引而来，在坑洞周围游荡。最终无数的黑鱼被引到了深坑，小龙成功抓到了很多黑鱼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方法还是奏效的。深坑里面引到了很多黑鱼，小龙嫌在水里抓太慢了，直接拿上盆子把深坑里面的水处理掉一些。这孩子做事还是蛮有一套的，这样抓取就比刚才摸索简单多了。经过不停的搜刮，2个深坑也差不多完工。临走时还不忘把堵住的泥土挖掘掉，或许明天还能有收获，这个谁也说不准。小龙不仅展现出他的高超技艺，头脑非常灵活，带着满载而归的收获赶往附近的乡镇。他摆出鱼摊，将鱼摆放整齐，由于长途跋涉，鱼儿基本缺氧。正巧有顾客过来，他向顾客解释道，这都是新鲜的鱼儿。顾客也是相信了小龙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小龙的鱼摊逐渐吸引了更多的人群。他用尽全力描述这些鱼的新鲜和美味，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。他始终保持着微笑和热情，用淳朴的话语与每一位客人交流，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好评。人们买走了他的鱼，还夸赞着小龙的诚实和努力。小龙不仅卖掉了所有的鱼，还结识了许多村民，收获了满满的笑容和鼓励。他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摆摊者，但他用自己的行动展现了责任和勇气，同时也感受到了善良和真诚的力量。这是你从未见过的捕鱼方式，男孩简直太厉害了，利用石块围成一个陷阱，巧妙地设置古老陷阱，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他的精心策划，最终带着满满的收获换取生活物资。当晨雾还未散去，男孩们便背起简单的行囊，踏上了寻找食材的征途。他熟知河流的每一道弯，每一处浅滩，那里的鱼儿最是肥美。今天，让我们一起跟随小龙，见证他如何利用智慧和陷阱捕鱼，展现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智慧。小龙带着工具沿着溪流而上，寻找着最佳的捕鱼地点。他的眼睛锐利，洞察着水流的速度和水下的情况，寻找着鱼儿可能出没的地方。小龙选择了一个水流下流区，上游是一个大的河坝，里面的水源肯定藏有大鱼。他开始动手制作陷阱，利用河道里的石头块。起初还不明白他的用意，原以为是利用石块挡住河水，然后再进行抓捕大鱼。随着他不断的努力搭建，似乎这并不是他真正的用意。他继续搬起大石块搭建陷阱造型。随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小龙搭建的雏形已经完全显露出来。
他巧妙地构建了一个捕鱼机关，只留下细微的入口，引诱着鱼儿进入陷阱区域。这样的捕鱼方式还真是头一次见。男孩的聪明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他将自然的恩赐与古老的智慧结合，就地取材，搭建出一个巧妙的陷阱。每一次的努力都承载着他们对收获的期待。河流潺潺，鱼儿欢快，小龙拿出棍棒来到上游处，不停地敲打着河面，试图让鱼儿受到惊吓，逃入他的陷阱之中。这样的方法俗称赶鱼，假设不是搭建的陷阱而是渔网，那也能起到一定的效果。不得不佩服他的聪明智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鱼儿们被小龙精心布置的陷阱所吸引，一条又一条地游进了这个看似平静的水域。当他们试图穿越陷阱时，却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困境。直到时机成熟，他才悄悄地接近陷阱，然后慢慢地驱赶鱼儿游到陷阱里面。随着小龙的步步紧逼，大量鱼儿进入了陷阱里面，小龙把陷阱的唯一出口堵住。这才是一个最佳时机，准备迎接这激动人心的一刻。小龙收获着他的劳动成果，他小心翼翼地将鱼儿放入竹篓中。利用陷阱捕鱼不仅是生存技能的传承，更是男孩们成长为男子汉的历练。小龙带着满满的收获，背起竹篓离开了湖边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小龙已经来到了街镇上，他拿出鱼儿开始摆摊。也就在这时，顾客们都被眼前的大鱼所吸引，纷纷过来购买。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，他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，因为他知道这些鱼儿不仅能为他带来生活的帮助，还能熟练自己的技巧。这次的经历将成为他成长的宝贵财富。下次他将带着更多的技巧和经验回来，继续享受捕鱼的乐趣。